有港版罗拉之称的运输工人朱千沛，在2017年因被网民拍下其工作照片而爆红。当时传媒争相报道，更封她为港版罗拉，运输界罗拉最美搬运工的。她凭着过人的坚毅精神，从事粗重的体力劳动运输工作，获得不少港人掌声。朱千沛也同时获得不少拍摄广告的机会，连林子祥、谭咏麟两位天王巨星也邀朱千沛一起合。之后，朱千沛更红到内地，参与拍摄内地节目《送100位女孩回家2》及新相亲大会。在综艺节目中，她展现出的真实坦诚和乐观的个性深受观众喜爱。5年过去了，最终她过得怎么样？是嫁入豪门相夫教子，还是继续做搬运工？欢迎来到励志思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励志思维，我们这个频道是致力于分享各种启发人心的励志故事，以激励你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并以积极的态度迈向更好的未来。欢迎按赞订阅来支持我们的频道，请记得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将来更多的励志故事了。感谢大家。今天就由励志思维带来领大家走进最美搬运工朱千沛的励志故事。朱千沛的励志语录1：默默耕耘，每滴汗水都代表是奋斗过。朱千沛的励志语录2：没有人不辛苦，只是我不喊疼。一个香港网友逛街时，看到正搬货的朱千沛，一时惊呆。一个清秀的女人，身体矫健轻盈，一下子就扛起一箱货物。她顺手拍下视频，没想到一下子火爆最美搬运工，爆红网络。有人觉得朱千沛长得像《古墓丽影》中的罗拉 Lara Croft， 干脆叫她香港罗拉。朱千沛外貌出众，一个人生活在香港。从20岁起，她就是一名运输工了。她的一天从早上8点半开始，一直干到晚上8、9点。货物以粮油为主，7、8吨重，满满一卡车要送去20至30个不同的地点。每天流无数的汗，受过重伤，满身淤青，孤独一个人生活，这些统统都没有压倒他。他说：“我要坚持下去，我不可以倒下来，因为我倒下就没有人撑我。”1988年，朱千沛在香港出生。他的爸爸是广东人，妈妈是台湾人，但一家3口选择在香港定居了。朱千沛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小时候，起初爸爸和姑父一起从事外贸生意，家庭富裕，他们一家人不需要为生计发愁。而朱千沛又很得父亲喜爱，把朱千沛当作心尖宠。可以说，童年时期的朱千沛无忧无虑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然而在他8岁时，朱千沛的爸爸生意失败，宣告破产了。他先是跟着妈妈回到了台湾，在台湾读完了小学，后来又跟着爸爸去了厦门，在厦门读完了初中。后来爸爸希望他能到香港读书，他就去了香港读高中，借宿在姑姑家。寄人篱下的日子很艰难，姑姑对他也相当的刻薄。朱千沛中午毕业后，曾当过表姐夫公司的文员，转任酒店前堂接待员与保安、室内泳池救生员和兼职清洁工。17岁那年，朱千沛表哥从国外回来了，而且表哥马上就要结婚了，需要房子当婚房，于是在亲戚家被迫寄人篱下了几个月，他终于搬了出去。从姑姑家搬出去后，朱千沛自己在外面租了一个小房子。面对生活中的磨难，他四处奔波，但他却从没有说过放弃，而是不向生活低头，努力在社会的磨练中积攒经验。之后他在社会上漂泊了很久，还是没有稳定的工作，直到他看到了搬运工的招聘广告。但是搬运工不是那么好当的，搬运工的工作太累了，好在朱千沛足够坚持，才能让他在搬运工这个行业中大放异彩。当初他开始任职运输从业员，主要在新浦港工厂区跟车，分别向批发市场、超市运送水果及粮油杂货，经历过2次工伤，导致左手一指不能正常屈。现时亦从事废纸箱回收、建筑工地废料清理、室内装修、搭棚等副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了自己生存的空间，是他想要的工作。但因为朱千沛是女生，
有些同行认为他并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有点担心工作进度，但经过他不断的锻炼和努力，一段时间下来，所有人对他纷纷改观。他和许多男性搬运工一样，可以举起沉重的货物。女搬运工本就少见，这么有力气的女搬运工更少见，大家一致认为朱千佩太能干了。除此之外，朱千佩个性爽朗大方，待人友好。在刚开始工作时，他就用男性同行的标准要求自己。朱千佩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性别将自己特殊化，这也是朱千佩意外走红的原因之一。朱千佩因相貌姣好，身材健硕，于某日工作期间被网民拍下照片后走红。但突如其来的走红并没有扰乱朱千佩的生活，他依旧每天恳恳勤勤的工作，快乐的拿着属于自己的劳动果实，丝毫没有被浮躁的世俗影响。渐渐的，朱千佩简单的生活引起了朋友们的关心。恰逢因为意外走红，连林子祥、谭咏麟两位天王巨星也邀朱千佩一起合作。林子祥和最美搬运工朱千佩跨界合作，为打击黄牛党炒卖门票，林子祥与被内地网民赞誉为最美搬运工的朱千佩合作拍摄了一部抵制黄牛的宣传片。林子祥与朱千佩也合作拍摄了广告。歌手谭咏麟来到了朱千佩工作的地方，想体验一下搬运工的生活。谭咏麟体格依然健壮，精神状态也很好，不过他穿了一件厚厚的棉袄，与身边只穿一件半袖的朱千佩相比，差距有点大。谭咏麟也邀他参演自己新歌的 MV。2019年有一档相亲节目发来邀请，于是朋友们纷纷劝说他参加这档相亲节目。他们认为朱千佩是时候该找一个陪他度过终身的人了。于是朱千佩默默在心中权衡了一下利弊，最后决定参加这个相亲节。节目组知道后，很快邀请朱千佩参加最新一期。事实上，朱千佩没有自信参加这个节目，他认为自己非常普通，自己不够漂亮，还担心自己白跑一趟，没人会看上他。但让他惊喜的是，这个节目他来对了。原本对上节目抱住试一试心态的他，没想到命定的有缘人竟然真的能在节目中找到。而这个有缘人就是荣迪，他家境殷实，是个富二代，二人成功牵手开启了一段恋情。这时很多人开始猜测朱千佩在和富豪谈恋爱后，一定不会再回来当搬运工了。但正当所有人都这么以为的时候，朱千佩在节目公开表示，即使是当上了豪门太太，也不会放下原本的工作。果然，后来的她还是跟往常一样，做着搬运工的工作，而男友也很包容她，可惜两个人没能走到最后。由于个人观点上的不同，最终和平分手了。但在富二代男友和走红网络的双重加持下，她没有迷失自我，她和别的女孩不一样。朱千佩一直认为精神上的富裕比身体上的更重要。虽然她只是个搬运工，但她每天都很快乐充实。童年的经历让她明白，没有谁是能一直依靠的，只有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才有安全感。她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清楚的认知与规划。她不只是为了眼前一时的快乐，她为的是自己的未来。她希望搬运工这个行业受到社会的关注，也希望自己的事业可以长久，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搬运工。朱千佩至今仍单身。近年来，朱千佩已未再出现在幕前。近日，有网友在街头偶遇朱千佩，相中所见她正继续从事送货工作，穿上小背心及登山靴，将一箱箱重货搬来搬去，大汗叠细汗，相当令人敬佩。目前仍住在约50平方尺的汤房，不算舒适，但对朱千佩而言，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闲时看看海已经十分满足。朱千佩还去考了大货车驾驶证，用多年存下的钱买了一辆货车。接下来，朱千佩也打算在厦门买一栋房子，他太想有只属于自己的家了。现在朱千佩已经有了自己的团队，他偶尔也会在社群平台上宣传自己的团队，或是写一段话激励大家要努力奋斗。他说，或许很多人都不想工作，但我干不出这样的事。
想要东西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得到，我才有安全感。朱仙佩相信，只有透过付出汗水和努力，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与目标。态度激励着许多像她一样出身平凡的女孩子，让她们相信自己也可以透过努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朱仙佩的故事展现了她在困难磨难中的坚持和勇气，也反映了她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对未来的期望。她强调默默耕耘的重要性，每滴汗水都是奋斗的象征。她的乐观心态也体现在她的言论中。她说，没有人不辛苦，只是我不喊疼。这种积极的态度使她能够面对艰难，坚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从童年的幸福到家庭经济破产，朱仙佩经历了生活的起伏，但她并没有被困境击倒。她勇敢地面对生活的逆境，努力工作，追求自己的梦想。即使走红后有了更多的机会，她仍然保持着对搬运工作的热爱，并且在生活中保持着朴实和坚持。她的感情生活也曾经走入公众视线，参与相亲节目，甚至和富二代交往，但她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并在分手后仍然专心投入工作。她的现状显示出她对生活的满足感，即使只是一名搬运工，她依然以坚定的信念和努力工作的态度生活住。朱仙佩的故事激励着人们要坚持梦想，勇敢面对挑战，不论身处何地，都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她的精神力量让人深感敬佩，同时也呼吁人们要珍惜每一次努力和付出，因为这是实现梦想的关键。看完朱千佩的励志故事后，荧幕前的你有什么想法吗？欢迎大家在留言处积极留言讨论。本期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按赞订阅来支持我们的频道，请关注我并按赞和转发，你的支持将是我做出更好影片最大的动力，感谢大家。